就来聊一聊产后的监测啊，就是说生产之后，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科学的监测，才能更好的去预防子痫的复发？产后的话，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头2天，每4到6个小时要测一次血压。然后如果是有高危因素的妈妈的话，可能要延长到1个礼拜，每天都要测血压。如果是已经出院了的妈妈，那就要每天早晚自己在家里面测血压。如果发现血压超过140/90的话，就要及时的去医院，不要等到说我下一次复查的时候再去。听起来就感觉好像妈妈们要对自己的身体变化特别的警觉。对，没错没错，而且就是除了血压之外，还要查尿常规，还有就是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要查肾功能啊，然后电解质啊、凝血啊、心脏彩超啊、眼底啊，就是全方位的去追踪你有没有这个子痫复发的一些蛛丝马迹。对，哪怕你已经出院了，出现了比如说头痛啊，或者是视力模糊啊这种情况，你也要马上就去医院，因为产后子痫其实最常发生的就是在这个胎盘娩出后的2天之内，但也有极少数的人是会晚到6周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监测是不能有一刻松懈的。那就是说，生完孩子之后，妈妈们在用药和生活方式上面有哪些细节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像如果是血压持续高的妈妈，那肯定是要继续的用降压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优先选择拉贝洛尔，或者是甲基多巴，或者是硝苯地平，但要避免使用 ACEI 和 ARB 类的药物。然后如果是还在使用硫酸镁的妈妈，那就要特别注意有没有镁中毒的迹象，比如说你的膝跳反射是不是减弱了，呼吸是不是变慢了，尿量是不是减少了。然后饮食运动方面呢，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饮食上就是要低盐，每天不超过3克，然后低脂，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适量的补充蛋白质和钙。要控制体重在正常范围，6周之内是不可以有剧烈的运动的。那6周之后呢，可以慢慢的开始一些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另外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作息规律，保持心情的愉快。那如果是在哺乳的妈妈呢，还要继续的补铁，保证每天的铁的摄入，血红蛋白是要维持在110以上。就是这些综合的管理才能够帮助妈妈们尽快的恢复。有过子痫前期的妈妈们在产后复查和之后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具体的注意事项？产后的复查是非常重要的。那一般我们是建议在产后的1周、6周、3个月和6个月这几个时间点要到医院去做检查。那如果说6周的时候血压还没有恢复正常，那可能还要再追踪到12周。然后之后的每年都要查一次血压和肾功能，就是要长期的去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如果说计划再要一个孩子呢，有什么特别需要提前准备的吗？2次妊娠的间隔最好是能够在1年半以上，然后在孕前呢，最好是能够咨询一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评估一下风险。那如果说再次怀孕了，那肯定也是要尽早的到医院建档，要告诉医生你之前有过这样的病史，要在孕期的时候使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来进行预防。那另外就是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不可以使用含雌激素的避孕药，那建议可以使用避孕套或者是孕激素的方法来进行避孕。好吧，今天我们就聊了这么多关于子痫前期的女性怎么去科学的备孕，然后怎么去孕期管理，怎么去产后的监测，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些比较关键的点啊，也不要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医学这么发达，只要我们做好准备，是可以大大降低这个风险的。对，希望每一个有过子痫前期的妈妈都能够有信心啊，然后都能够健康的迎接自己的下一次怀孕。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